整条街完全都没有人，很像空城，整个电线杆已经掉下来，掉的超夸张。Hello， 大家好，我是目前住在泰国的 Kimi。自从泰国新年泼水节之后，最近爆发了第3波疫情，从每天的确诊人数大概几百人，开始每天上升到破1000人，引起了不少的讨论，也让很多家人和朋友都为了在泰国住的我们而感到非常的担心。今天这支影片希望可以跟大家聊聊目前在泰国的疫情情况，也会带大家上街头去看看第3波疫情之下，苏梅岛上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同时也希望这部影片可以让更多的家人和朋友不要太担心在泰国的我们。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5月8号的下午。自从泰国出现确诊病例以来，第2次比较大规模的疫情是在去年12月年底的时候，龙仔树的海鲜市场发生移工群聚的感染。而这次的第3波时间点大概是在上个月，也就是4月初泰国新年泼水节之前的那段时间，在曼谷通楼的夜店发生了一个群聚感染，加上这次第3波的病毒株是英国变种病毒株，传染速度比较快，潜伏期也比较长，所以无症状感染者在不知情或者是身体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到了泰国其他的地方放新年假期了，所以就开始了这波比较大规模的感染。目前泰国政府呢，把泰国的每一个府分成不同的颜色，感染的严重度是用颜色来做区分的。一开始是有绿色，现在的话就没有了。现在的颜色只剩下橘色，总共有26个府。红色呢有45个府，其中就包含苏梅岛。深红色呢有6个府，也就是最高危险区，其中就包含了曼谷、清迈。而这些颜色的区分也会根据每天疫情感染人数的不同而再做不一样的更新。先来聊聊目前在曼谷的情况。曼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学校，不管是大专院校、各级学校，都全面停课了。目前是6月1号才会开始复学，疫情好转的话，或许会有不同的应变措施。在餐厅的部分是现在目前一律只能外带，不能内用，也强制规定大家现在在所有的公共场合，不管是室外或者是室内，全部都要佩戴口罩。在车子里面也是，2个人就必须佩戴口罩，违反的话就是要罚钱，那最高罚金可以罚到2万。大概可以想象成，就是你踏出家门之后，你就是要一直戴着口罩，不能脱下来，直到你回到家为止。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强制执行其实是很好的，这样子能减少感染或是病毒被传染的机会。除了餐厅之外，目前也有一些营业场所是禁止营业的，主要像是夜店啊、酒吧啊、健身房，还有按摩店这类的，一样都是禁止营业，直到疫情好转为止。那因为疫情的状况每天都在变化，疫情没有好转，或许政府也会出更多更严格的措施，也说不定。带着大家上街头去看看现在的苏梅岛在第3波疫情之下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走吧。现在在 Big Buddha 的庙旁边的店家也是都关门了，带大家去看一下，旁边的店都关了。在泰国，根据每个府的规定不一样，在餐厅的部分，目前在苏梅岛上没有规定禁止内用、只能外带的政策。这边的店几乎都是关门的，因为都没人。这边的店也关门了，旁边这里的店也关门了。现在的地方算是全文步行一条街，这个是商场，关门了。继续往这个街道前面走，店也都是关门的。
上面写铜锣湾海鲜餐厅也是关门。这间射击店也是关门。对面的饭店也没有开门用网子把入口封起来了。这边的店也用铁网把那个店门口都封起来。这条街整个的店这边都被封起来，整条路超空的，其实是整条街完全都没有人，空荡荡的，店家也都是关门。要小心这边那个电线杆，整个已经掉下来了。这整个电线杆已经掉下来，掉的超夸张的。这个也是电线杆已经掉到跟人一样高的地方。这个的电线杆也是。已经掉到快碰到地板了。现在走到的 7-Eleven 也是关门，岛上很多的 7-Eleven 都是关门的。像旁边的 7 也关门。大马路上的店都关门了，巷子里面这里也是都关满满的。租摩托车的店的摩托车都已经长满灰尘，感觉是已经关很久了。换钱的店也关门了。现在到夏威夷的海滩上了，也是一个人都没有，有很漂亮的海滩，旁边的店家也都是关门。这条路真的变得超冷清的，两排的店家可以说是大概90%以上的店都关门了。包括饭店啊、商店、按摩店什么都关门，玻璃都已经破掉了，几乎整条路上都没有人在走，大概就只有一些车子或是摩托车会经过而已。整条真的很空，真的很像算是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的那种空城的感觉。这个呢，就是现在苏梅岛上的情况。其实呢，这次开车从曼谷往南一路开下来，沿途经过了像是龟岛、Chong Point、Krabi、皮皮岛这些城市和岛上，其实很多的店家也都是这样子一排一排的关门，看了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以观光为生的泰国，原本疫情发展有渐渐稳定、渐渐趋缓的状态。不过这次的第3波疫情有点算是来的措手不及嘛，也看到街上很多的店家，或者是在小岛上的一些店家，一排排都是要么没有开门，或是被迫停止营业。在影片的最后，我想说，希望这疫情能赶快过去，也希望大家不要担心，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管你们在哪里，我们大家一定都要一起加油。在疫情过去之后，一定要再来泰国玩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我们下个礼拜6见，拜拜。